嗨，大家好，我是朵娜，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在上一集的时候，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在谈论盖亚目前正处在一个扬升的阶段，以及我们的雨屏显化是如何去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的现实。那如果还没有看上一集的朋友的话，会建议先把第一集看完之后再衔接这一集的内容。那在开始今天分享之前呢，我想要先说一些我觉得很重要的事情。大家在下面的留言，其实我都有看到，但因为我的时间有限，所以我没有办法很快的去回复每一个人。但是如果我看到我觉得是比较紧急的，或者是特殊的状况，我会比较优先的会去留言回复给那一些需要的灵魂。因为今天接下来的内容是要跟你们分享的是，在2030年的频率分流，它大概是什么样的样子，然后这些不同的分流的轨道的灵魂会不会身处在同一个地球里面的这些问题。在这之前呢，我想要先跟大家说的是，在这边我们提到的所谓的高频跟低频，我们没有要去分出好跟坏，因为在我的世界里面，尽可能的不要有二元对立或者是高低之分。我们这边很明确的说出高频跟低频是为了要去解释这个所有的现象，所以它势必要出现的一个语言。其实这也是三维语言你说很美妙的地方吗？就是因为它创造出来就是很容易会让人家误会。尤其是像我现在这样子跟你们说话，其实你们没有办法看到我的内心，我的起心动念是什么。这个缘故，所以三维的语言其实是很容易夹带着听的人的想法，跟说的人如果是要刻意隐瞒的话，这之间就会造成很大的误会。我只能尽可能的用最中性、对其原本高维要传达给我的频率，然后传达给大家。如果今天你看到了这些影片，你的内心不知道为什么会升起一种很反感的感觉，或者是觉得有高低落差的比较的这种情绪出现的话，那其实我会蛮建议这样子的观众朋友，你们可以先往回内心看，就是为什么这样子的影片在你的世界里面你会解读成所谓的高低好坏。这个是很值得，就是每一个人去回头看自己内心的状态，也是一直不断的在做这件事情，我们才有可能可以让我们的频率提升。有观众朋友留言问说要怎么样提高自己的频率，我刚刚说的那个方法就是其中一个方法，向内看。向内看的意思不是要自我检讨跟批评，而是针对于你解读外境给你的感受的时候，你回头去看你的内在产生的情绪，它的原因是什么？这会帮助你更了解你自己现在内在的频率是处在什么状态。马上就开始今天接下来就是下半集的内容。因为今天的内容其实也很庞大，所以我就是在旁边做了笔记，所以如果我有时候会看旁边，就对你们很抱歉，没有办法一直很专注的看着镜头。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讯息呢，是关乎在地表的每一位灵魂。那我这边特别强调的是每一位，而不是所有人的原因，是因为到了2030年，我们每一个人去所感受到或是感知到的世界，都是由自己的内心去投射出来的一个频率版本，已经不会再像现在是这种群体的共通的剧本了。你可以把它想象成现在的三维世界，它可能同时发生很美好的事情，但是在地球的另外一端又发生了非常悲惨、非常就是不人道的事情。这些同时都会出现在三维的世界里面，让我们来体验，让我们来选择。在三维世界要扬升到五维的这段时间，我们会经过
大大小小事情的选择，最后去留下你内在的频率到底是处在什么样的状态，那么你就会走上什么样的频率轨道上面。那到了2030年，现在的问题是说地球上这么多人，然后频率也那么多种，要怎么样去所谓的分流这些频率？那宇宙是如何去区分这些人群？那这些人群被分流之后，它在2030年的世界还会不会活在同一个地球上面？那这个问题呢，本来高维给我的讯息是有6个频率的，算是6个频率轨道，但是因为那6个实在是太复杂了，所以我把它浓缩成最后就是4种跟大家做分享。如果用三维世界的语言来说这个频率分流的这个概念的话，我会把它形容成像是频率轨道，也就是说像火车一样在走，它可能是会有4条的火车的路线。那本来是大家都是在同一个地点出发，但是会随着每一次的大大小小的事件，我们碰到事件的时候，我们会起情绪，我们会行动。那我们所行动的起心动念是出于爱还是恐惧？这个呢，它就是会让你的频率会去区分在是比较倾向高频或是比较倾向低频。那我们在经过了就是从2020年到2030年这一段时间，你做了大大小小的这种所谓的选择频率的抉择的时候，最后你会坐上一班列车，那这一班列车就是属于你的就是内在的频率。那这个列车呢，它就会随着这个轨道一直的往前走。那这4条不同的频率轨道，它们最后走的路线其实也会完全的不同。这4个轨道的4个群体，待会我会逐一的说明这4种人群它的频率在哪边，还有它的人口比例大概会是多少。我们都知道地球它是有无限个平行时空，所以在这个此时此刻当下，我得到的讯息大概是这个样子。这个讯息就是给大家参考，它不一定数字会完全的真的在2030年之后会非常完全的符合，但是它可以是一个你可以参考，或是说你是真的想要提升你自己的内在，你想要让自己的频率是可以提升成为5维的频率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讯息，可以让你们知道。那第一个频率轨道呢，我称它为坐在这一班列车上面的人，它是叫做稳定显化的一个群体。那他们的频率大概是在5D 到6D 这个之间。其实在5D 以上，我都会算是在稳定显化的这个就是频率轨道上面。那它的人口占比大概是10到15%，大概是1到1×5。你说它很多比例吗？其实我觉得还不算多，但是这样子的人群，它的光芒也是它的频率，其实已经足以去为这个新地球来当做一种算是创造一个新地球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临界点了。这个状态下面的群体，他们很清楚的知道，他们已经不需要再追求什么觉醒了，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人都想要可以觉醒嘛。但是到了2030年，这一群人，他们很清楚的知道，他们自己就是5维的频率，因为他们活在这个频率里面，他们不会再怀疑自己是不是还需要再去做什么样的提升，才可以达到那样子的维度。他们很特别，就是他们是真的是以心轮，就是以爱为核心，然后他的内在是非常非常稳定的，他们说出来的话跟他们的心轮是保持一致的，他们不会说出来的话跟内心想的东西是相反的。在这一个群体里面，他们已经非常的可以做到就是所谓的与频一致性，所以它的显化会非常非常的快速。你们应该有听说过，就是在三维世界里面必须要采取行动，事情才会被显化出来。但是在5维频率里面，基本上你只要意念
跟你说出来的语频是一致的时候，事情马上就会出现了，你不需要再透过行动。这群人他们非常知道他们在地球上的任务，也就是他们主要是为了要创造新地球的文明原型而存在的。所以在2030年之后呢，这一群人他会被安排在一个叫做稳定显化区的一个地方。那他们对于地球或是人类的服务是以创造以愿力来当做一个基础点，他们不会再像是为了要去赚钱，所以他们才提供他们的劳力或是提供他们的服务，他们都是以为了这个新地球打造这个新地球的蓝图，或是打造这个新地球的社会原型而产生的有很多的这种服务的意愿。那这群人呢，如果他们的维度是稳定的，在5维以上、6维、7维这样的频率下面，他们的肉体渐渐的会转化成高维的精微体。那什么是精微体呢？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个密度比较低、比较轻盈的一种状态，它不是以像我们这一种就是3维世界一定要用这副肉体就是碳基为主要结构的，因为我们这个肉体呢是密度比较高、比较沉重，然后我们会仰赖很多的食物、能量，我们要进食嘛，来去维护我们这个身体。可是如果你的维度真的在5维世界，然后你的维度又高于5维的话，你的肉体会慢慢的去转换成另外一种形式。那这个形式呢很抽象，所以我就大概举例一些，让你们可以更具体的知道什么是精微体的身体。精微体的身体呢，它会慢慢的开始跟一些光跟声音共振，也就是说，因为我们都知道光跟声音都是频率嘛，那精微体它其实也是频率的一种，所以呢，它跟这种高频的光跟声音共振的时候，它其实是可以改变精微体的形状，也就是说，在5维世界里面的这一群高维意识的人，如果他们的肉体已经转化为精微体的话，语言跟声音是主要影响他们肉体形状的一个很重要的元素。所以呢，我在做那个语频课程的时候，高维意识一直不断的告诉我，到了2030年一定会有一群人，他们的肉体会转化成精微体。接下来他们要练习的就是他们的语言频率，因为只有他们的语言频率是清晰的，是符合自己灵魂的声音的时候，他们才可以非常确实的用他们的声音去显化他们的肉体。所以这个也是在2030年，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特别存在的一种现象。但是因为它的占比人数大概是10到15%，那这些人我相信在现在这段时间已经非常开始的向内觉察，以至于到2030年的时候，他们可以真正的成为5维的频率，或是6维的频率，或是更高这种频率的本身，他们才有可能将肉体直接变成就是所谓的频率的一种。你们要知道，他们已经没有肉体了，所以这些人他们已经结束了由业力去主导的轮回周期。讲白话文的就是，他们不再是被动的轮回。如果他们死亡，或者是还想要去再度的投胎的话，其实那也是出于这个灵魂他自愿去想要做出更多服务，或者是去创造更多的一些价值，所以他选择了这样子的路。但这边值得注意的是，还有一个讯息，就是这一类人如果他的内心还是留有一些3维的一些情绪的模式，没有被没有真正的跟5维或是5维以上的频率对齐，或者是他们的语言的主权并没有完全的校准自己的灵魂的话，那么他很有可能会再一次的经历所谓的肉体的退场，也就是肉体的死亡，然后
一样进入轮回，然后继续学习。但是呢，其实这一类人他们的算是维度已经有到一个临界点了，所以即使他们退场轮回，他们也不会再是所谓的业力主导，他们会比较像是一种转化的一种方式，再次的学习。那在这边呢，还有一个特别要被知道的一个关键点，就是这一群就是五维稳定的这一群人，如果这一群人他们并没有真正的学会说出自己灵魂声音的时候，别人看见的他们是一种很不稳定的能量场。你可以说它看起来有一点模糊、闪烁，或者是那种忽远忽近，就是没有办法很聚焦，甚至是可能这个人他在说话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完全的去理解这个人他到底要说什么，因为其实你的肉体已经精微化了，可是你还没有办法用你灵魂的声音去很聚焦你的所谓的灵魂的形体或是能量的时候，别人是没有办法真的很强的感知到你存在在那个地方，或是你想要表达什么。所以到了那个状态，如果你可以很确切的把你说出来的每一个字都非常的去对齐你灵魂所要表达的意思的时候，它就会变成显化的钥匙，就是你说什么它就会出现什么。所以这一群人如果他们很好的运用自己灵魂的声音，然后就像在跟别人聊天啊、思考啊，其实他马上就可以去转化成一种现实的一种震动指令，他就会直接的去把那个画面或是那个物品给显化出来。这个就是在五维里面最特别的地方，它是不需要透过任何的行动，因为我们都知道在三维世界，如果我们要去得到一个东西或是显化一个东西，我们除了思想要对齐、情绪要对齐以外，我们一定要做出行动，才可以更快的去显化所谓的那个我们想要的画面。但是在五维呢，因为已经是走向频率的世界，所以你只要频率对了，然后你说出来的振动频率是贴起你的灵魂的声音的时候，那你显化出来的东西也会非常的快。那你们会不会很好奇，就是这些人他们肉体已经精微化了，那他们还需要就是住的地方吗？对于五维的世界的状态，还有这些人怎么生活，其实我是很好奇的，但是那又是另外一个展开的话题，所以我想说我们先结束今天的主题，然后如果之后有机会的话，可以再做一集是关于就是五维世界的人，他们到底是怎么生存的，还要不要工作，要不要所谓的买房子，他们吃什么东西，就是这种我觉得是比较贴近我们现在，至少是我是很好奇的事情。那我们再回到这一群人，你们可以想象，就是因为他们身体已经精微化了，也就是频率化了，所以其实他们所谓的同频共振，他们可以很快的去吸引到跟自己雷同频率的人。那这些人呢，他们会变成一个，你可以把它想成是一种聚落或者是一种社群，那他们其实是一起去共事，一起生活，然后那种感觉就很像是遇到了灵魂家人的感觉，因为已经不再分你的我的，因为其实你意识够高的话，应该就是万物都是合一的。那你遇到一个频率跟你相同的人，你会把他当作跟家人一样的生活在一起，只是这一次的相聚其实就不会再分离了，因为我刚刚说他们已经没有轮回这件事情了嘛。这些人他们走入的世界是一个跟现在完全不同的社会结构，它不是所谓的还有什么政府的存在，也没有所谓的阶级，更没有所谓的好坏，因为在他们的世界里面，其实大家都是一个整体的，所以这也是让我觉得非常向往的地方嘛，就是在那边已经
你可以说世界大同或是世界和平，就是出现在这样的人的世界里面。那他们在五维地球做的事情，其实不再是为了生存而去做出一些行动或者是工作，他们更多做的事情是服务灵魂，或是服务地球，或是服务在这个世界上他们所爱的，甚至是一花一草。因为对于他们来说，这样子的活在五维世界里面才是完整的他。在他们的世界里面，万物都是一体的，所以他们服务别人就等于是服务自己，因为他们已经没有所谓你的跟我的了。每一个人都是所谓的频率的一个部分，所以大家都是一起去决定事情，然后一起去创造事情。那第二个频率轨道的这个人群呢，我称他们为过度整合者。那这些人他们的内在频率大概是4维到5维，也可以称为他们就是有时候会到5维，但是不是很稳定的人。这一群人呢，在全球的占比大概是3%到3.5%左右。那这群人基本上他们的意识其实是已经觉醒了，但只是因为有一些旧有的信念还会牵引着他们的情绪。那这一群人呢，到了新地球之后，他们会被安排在一个叫做过渡层的地方。这个地方频率是比较浮动的，有时候可以跟地球的主要频率做共振，就是高频共振。但是有时候他们如果受到他们旧的信念在牵引的时候，他们的情绪陷入混乱，那他们投射出来的一些就是所谓的实相或是世界版本的时候，有时候又会比较混乱。所以在这个阶段里面，这一些人他们会不断的去透过所谓的生活事件或是人际关系的互动，每一次的就是机会都是在帮助他们去重新校准他们的语言频率，还有他们的信念。那其实这一些人他们是最有可能去跨越这个维度的门槛，往上提升到刚刚所说的所谓的五维稳定的这个群体里面。但是关键在于这一些人是不是真的很能够诚实的面对自己，还有他们是不是愿意持续的去转化，进入到一个就是很稳定的一种频率状态下面。只要他们的频率可以稳定在5维以上，那么他们就会跨越这个维度的门槛，进到刚刚所说的就是可能肉体已经可以开始稳定的精微化的这一群人里面。那第三个频率轨道的这个群体呢，我称他们为叫做高密度震荡者。那他们的频率大概是落在2.8维到3.6维这个之间。人口分布的话大概是3%到4%。那这些人呢，其实他们进到了2030年之后，他们会发现他们的人生可能会遇到前所未有的那种很卡关的感觉，有可能来自于自身的情绪非常混乱，再来或者是有一些人他们可能是会发现他们自己身体的病痛好像越来越多，或者是人际关系拉扯的这种挑战上面也会变得很明显。他们其实内在有想要突破，可是呢却又会害怕改变所带来的风险，所以在他们的世界里面常常会有我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或者是我不可以这样，我不可以那样，就是受限在一个3维的世界的框框里面。他们可能会采取像是比较被动的，很容易抱怨，或者是很容易对事情产生恐惧，或是会有匮乏的感觉，也就是说一直想要去追求，例如像追求金钱，或者是追求自由。所以他们常常会处在一种想要去控制别人，或者是常常觉得自己是受害者的这种框架下面，所以他们说出来的话常常会让人家觉得好像是要去一直对外批评，不然就是属于那一种很无力很绝望的这种话语为主。那因为这一群人所谓的震荡者，因为他们的频率的关系已经跟
地球升维后的地球的主要频率已经不再吻合了，所以新地球是不会去支持他们的显化，所以他们在这一段时间之内，他们会经历很多的大量的内在崩溃。那这些震荡者呢，最后他们的频率轨道列车会把他们带到一个叫做类地球的一个场域里面。那类地球它的纬度大概是3纬到3.5纬，这是一个对他们来说非常好的学习的一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呢，它其实一样是透过像现在的3维世界，就是它有一些限制系统，有2元对立，那这些很雷同现在地球上面的这种所谓的3维的这种思维，其实在类地球上，其实对他们的感知，他们会觉得一模一样。所以虽然说他们已经轨道已经开往，把他们带到另外一个类地球的一种意识层级上面，他们不会感受到跟现在有任何的不同，因为宇宙的运作不可能让你觉察到好像哪边怪怪的，所以其实他们会觉得就是同一个地球，他的生活都没有改变。这个是这些人他们的认知是这样。那这个类地球的这种场域，其实对于他们的学习是非常重要的。其实最主要是帮助他们找回自己的主权，也就是灵魂的主权。然后另外还有就是他们有意识到他们自己说出来的话跟他们的起心动念其实有没有一致，会不会影响到他投射出来的世界。就是如果这些东西他都有意识到，然后也都有学习到的话，其实他们是有机会去可以转换轨道，去回到就所谓的新地球的这个路径上面。看到这边呢，我一定还是要再一次的强调，就是不管这一些频率高低是如何分流的，这些都不是惩罚，因为所谓的频率分流只是宇宙在帮这些灵魂去安排到最适合他们的场域下面去做学习。那在宇宙法则下面，这也是一个非常自然的频率分流的一个机制，所以千万不要觉得这些人就是比较不好，不是这样子的。其实我这边有一个题外话，就是说其实在我们这个地球上面的每一个灵魂，对于这个世界或是对于这个地球都是缺一不可的。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地球是一个很大片的拼图，我们每一个灵魂都是其中一个小拼图，只要少了其中一个灵魂，这一块拼图就不会完整。那在这一块拼图上面会有光明的地方，也会有黑暗的地方。那在这个3维世界，我们必须要透过这种2元对立来做学习，所以势必有好人就会有坏人，这是我们的认知。如果我们可以超越2元对立的话，其实我们终究会知道，所谓的坏人，他势必要存在在这个所谓的地球上，或是世界上，或是在这个维度中。它有它存在的必要，因为有坏人，我们才会去反思，或是我们才会去想到学习更多所谓的我们想要体验的感觉。那如果没有这些就是所谓的比较阴暗的角色出现的话，是没有办法去成就这种多彩多姿的3维世界所产生出来的事情来让我们体验，对吗？那总而言之呢，就是在这个3维世界里面，不管是你认为你觉得他是很好的人，或是很不好的人，我们都不要去评判任何人，因为每一个灵魂来到这个世界上有他们的任务。有一些的任务你实在是很难想象，他的任务就是要扮黑脸，他有他的灵魂课题要学习，所以他选择了这样子的角色来成就
一些想要去体验到光明的一些灵魂的课题。所以记得就是如果身边有人可能让你很痛苦，或是甚至你很讨厌他，我都会建议我们在旁边当观察者就可以了。我们不要就是现在在这个有限的视角里面，我们就说出一些不好听的话，因为我真的在很多影片里面都再次的强调，就是我们说出那些不好的话，基本上是不会去伤害到我们想伤害的人，最后只会频率会回弹，只会伤害到我们自己，然后它也会让我们的内在频率处在一种很低频的状态。所以留言区有就是观众问说要怎么样提升自己的频率，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我们大家在这个三维很混乱的世界里面一定要学会的事情，就是当观察者。那再来就是最后一群人，这一群人呢，我把它称为撤离的群体。这个群体呢，它大概占比是在所有的人口当中，大概是10%到15% 左右。你只要把它想象一个概念，就是这一群人，他的肉体没有办法去承载地球扬升所带来的高频的能量，也就是说，这个内在觉醒对他们的肉体来说，或是对他们的意识来说，是压力非常大的。所以呢，这一些压力在他们的现实生活中所呈现的状况，很有可能是充满矛盾，然后会批判别人，自我否定，就是情绪会很强烈，说出来的话可能会非常大声，然后很凶，然后对于世界上很多事情都一定要去评论。你会感受到他们的语言频率，还有他们所呈现出来的世界，其实是非常严重的扭曲的。如果是真正用心轮在看这一群人的话，其实你可以看到他们的内在是因为非常非常的缺乏安全感，所以他们才会需要那一种很多的安全感。那这个安全感呢，释放出来就是会变成是保护自己的一种行为。所以当这些人他们的防卫心越强烈，其实就代表他们的内在其实越没有安全感。这些人的特征呢，你们会看到他们会大量的活在他们的头脑剧本、情绪还有集体恐惧里面，所以他们显化出来的剧本都是很对立的，或是很二元性的。我要说的是，这些人的灵魂，他们真的不是故意不去进化，或是想要自我提升，是因为他们的有些灵魂剧本里面可能就已经去写好，他的意识是真的会被一些所谓的框架给绑架，例如像是宗教、政治或者是家庭。所以这些灵魂他们还没有醒来，所以他们对于这种所谓的就是比较高频的语言，他们是没有什么感知的，他们也没有什么感觉，他们只会觉得在讲一些很虚无缥缈的东西，因为在他们的世界里面就是充满的就是这种我刚刚说的这种对立的剧本。那这些人呢，其实他们不仅对语言的这种频率比较没有感觉以外，他们其实也是没有办法感知到所谓的这种灵魂的感觉，或是这种从心轮发出的这种所谓无条件爱的这种感觉。那这些人他比较强烈的是认同这个肉体跟这个所谓的头脑就是他自己本身。如果他一旦这样认知了，他对于他自己的限制性就会变得很狭隘，或者是就会有个框架在。那我在这边还是要再一次的强调，就是这一些所谓灵魂受到的这一些就是所谓的挑战跟一些不舒服的感觉，绝对不是为了要去惩罚这个灵魂。每一个灵魂来到这个世界上，或是来自这一次的就是地球的旅行，都有特殊的任务，每个人的任务不同，有些人是要提升自己，也就是频率提升，而有些人呢，他就是想要去极度的沉浸式的体验所谓的二元性的世界。那有一些人呢，他们的任务其实是
为了帮助集体的扬升，所以他可能会去做一个那种黑脸的角色，这些都是有可能的。所以不要用这种片面的，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内在感受到他们很可怜或者他们很可恶的这种感受来去定义他们。因为我现在说的这些，它就只是一个自然而然的频率分流而已。那这些灵魂呢，其实他们最后都会选择就是暂缓，就是继续去扬升或是进化，他们会进到一种叫做暂停显化的状态下面。说白话文就是说，在他们世界里面已经没有实相呈现出来给他们体验了，所以叫做暂停显化。那这些人呢，他们通常会通过2种方式来退场地球场域。第一种方式是死亡的方式，第二种方式是生命虽然没有结束，但是他们的状态就好像进入到一个没有思维的空壳状态。那我先说第一种死亡。死亡它分2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呢是所谓的肉体层面的退场，例如像是疾病意外或者是一些器官衰竭。那第二种呢是属于心智层面的退场，包含了像是所谓的精神耗弱、情绪的混乱，导致一些精神的疾病。这些导致慢慢的造成就是死亡的部分。那这些人呢，在肉体死掉之后呢，他的灵魂会转入到一个所谓的类地球，就是3维到4维的这个类地球上面，继续去学习他们的课题，包含了像是自我觉察，然后自我主权意识，这个就是要拿回来，还有另外就是同理心、责任心，另外还有就是从你的我的这种分离的这种逻辑去走向整合，也就是合一。其实这意思就是觉醒的意思。那第二种就是生命虽然没有结束，但是进入到这种无思维的状态。如果我们把它对应到地表上面的一些我们可以理解的形式上面来说的话，你可以说像是植物人或是失智的人，然后有一些是那种像是重度的精神病病患，然后或者是可能是脑部受伤或者是重度昏迷的人。也就是说，这些人看起来就是已经断了跟世界的联系，他们没有办法去表达他们的意思，去跟这个世界产生互动的这种现象。那在这边呢，我要再澄清一次，就是说重点不在于他们是透过什么疾病，就是这些标签去死亡的。我刚说的这一些只是要让你们认知到，这些灵魂是因为他们暂时就是没有办法再去承接地球扬升的这个任务，所以他们先选择就是停止他们这一次的灵魂旅程，先去转场到其他地方。那这些灵魂在就是离开之后，他们会去哪里呢？他们会先到一个叫做就是中介维度的地方。那你也可以把它称作是一个灵魂重置空间。这个空间不是要惩罚他们，也不是地狱。这个地方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安静，然后没有干扰，然后低动荡的一个空间。它最主要是提供这个很舒适的空间，让这些灵魂可以好好的清理他们的业力，让他们重新再去选择他们要回到地球参与扬升计划，还是他们要就是进入类地球，就是所谓的就是3维到4维的这样的星球，继续去学习他们所谓爱的这种课题。那以上呢，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4种频率轨道的这种灵魂，他们是如何去分流的。那现在最重要的问题就来了，因为这时候我就会想说，我知道意识上面是可以分流的，对吧？但是我还是很好奇，像高密度震荡者，像这一群人，他是不是会跟就是频率最高的稳定显化者去活在同一个世界上面？他们能不能去看到彼此？他们能不能跟彼此沟通？
所以今天在频率分流上面讲了真的非常非常的多，最后还是要再次的声明，这些频率的分流不是为了要淘汰任何人，也不是为了要惩罚任何人，所以所有的灵魂都不需要为了这一次的所谓的分流而担心或是恐惧自己被留在比较低维度的地方。我觉得反而是要去思考一件事情，当你在恐惧或是焦虑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把这个能量转向成积极的提升自己的频率？如果可以把这些恐惧的能量聚焦在一些比较正向积极的地方，即使你不用做一些很特别的训练，或是一定要跟高维连接，其实你的频率自然就会提升。频率高的人不是一定要可以跟高维连接，这个不是画上等号的，因为所谓真正的高频是出自于你这一颗心，你的起心动念是来自于爱还是恐惧，这才是主要决定于你的频率是高还是低。所以不管频率是高还是低，其实这都是我们灵魂自己的选择。如果我们再把视角再拉高一点，其实你就是我，我就是你，我们都是一体的。所以其实所谓的高频跟低频，其实你如果从很高的视角来看，其实都是一样的。所以现在开始，只要愿意开始关照自己的语言、起心动念、情绪还有行为，如果在任何生活中的大大小小的事情，你都愿意由爱来做出发点的话，你的频率就已经在转换了。如果你是想要提升自己的频率在高频的话，基本上你已经处在那样的状态下了，你根本不需要去努力做什么练习，你也不需要很努力的去强迫这件事情发生，因为这种来自由内心的这种频率的东西，它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状态，不是一种努力的状态。那最后想要跟大家说，今天你会选择在哪一个轨道，基本上不是由别人来定义你的，也不会有人强迫你。建议你不要等到2030年的时候再来面对这个问题，因为其实在前往2030年的这一段时间，你不知不觉的已经在用你的每一次的选择来跟宇宙宣告你想要成为什么频率，这也会去决定你未来是哪一个频率轨道上面。我也是在留言区也反复留了好几次，五维它不是一个你要去的地方，它也不是一个你可以去的地方，五维只有是你可以成为的频率。我觉得今天好像也录了蛮久的时间，今天这支影片大概就到这边。那接下来我可能会挑一些主题是真的有益于我们灵魂，就是进化跟扬升所需要知道的主题。我也希望可以帮助大家，就是去辨认自己的语言频率，然后去觉察自己显化的就是实相。可以去活出那个你真正在灵魂里面想要活出的你们自己本身。因为其实底下留言我都会认真看，那如果真的是有一些话题是真的我觉得是很多人都会遇到一样的状况的话，那我可能就会考虑把它做成单独的一集，因为有时候它只是一个思维的转换，它就立刻可以从比较自我怀疑的这种频率里面去拉高频率来看整件事情，它只差一个思维想法而已。所以如果我可以去提供那个不同的视角的话，其实我是会很乐意去跟大家分享。那我想跟大家说，就是我不是老师，我是卯宿星的语频引导者。现在我正在做的事情，就是我今生的灵魂使命。因为我已经发出愿力，在我接下来的人生，我会用我所有的生命在完成所谓的语频显化、语频觉醒，来协助所有的人类可以
透过这个语频的帮助来达成他们所谓的灵魂的进化。那在这个频道，我真的很开心，也很真诚的跟大家分享我所知道的一些内容。最主要是希望可以协助大家在2025到2030互相支持，非常和平的、稳定的一起衔接，成为无为的频率。如果这集的内容对你有帮助的话，欢迎你们按赞、订阅，还有分享，也可以留言给我，因为其实我真的都会认真的去看。那我是朵娜，我们下次见喽，拜拜。